美国作为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有着世界最强最大的军工企业，两党制度影响着国力的方方面面。而这些自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到后来的冷战、反恐战争以及世界新格局中，都支撑着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军工企业，是在怎样的历程中，在两党政策下壮大的呢？大家好，我是大胖兵，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美国两党在对待军工企业时有何不同。美国的国家制度与它的两党制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之一，是实行两党制的典型国家。美国的主要政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在对待军工企业的政策上有着许多不同。民主党始建于1791年，当时它还叫做民主共和党。1828年改名为沿袭至今的名称。1933年至1953年，罗斯福与杜鲁门前后连任总统，使民主党盘踞执政党地位20年，堪称有史以来最兴盛的时代。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它的前身同样来自于民主共和党，由许多反对扩大奴隶制的北方资本家组成。1861年，共和党首次执政，由林肯出任总统。自从19世纪50年代美国确立两党制以来，美国总统一直由这两党成员轮流当选。无论是从根源还是执政政策来讲，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有着许多相同点，但在细分领域上则有着许多不尽相同的主张。在对待军工企业制定政策时，共和党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大量国防预算来直接刺激军工生产。F-35战机项目就是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加速推进的。民主党则更习惯于缩减常规武器开支，转向新兴高科技领域开发新式武器，如高超音速武器和人工智能等领域。20世纪前中期，因为受到罗斯福新政的影响，民主党更关注社会福利以及外交多边主义。冷战初期，民主党更支持遏制战略。出于对抗苏联的需求，民主党扩大军事开支。在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当中，美国投入了巨量资金来重建欧洲各国的军事装备。北约组织也为军工企业带来了大量军事装备订单。1961年越南战争开始，越南战争后期由民主党执政，约翰逊总统以及他的政府深陷战争泥潭不能自拔，民主党内部也由此产生分裂。70年代，卡特政府开始削减军费开支，导致军工行业产生收缩。到冷战后，克林顿政府时期则利用和平红利削减军费，同时又通过北约组织的扩大以及科索沃战争维持着军工企业的生产与运转。奥巴马时期，这位总统在任上推动了海军建设，这对军工企业来讲无疑是一项好消息。然而因为财政压力过大，同时政府又起草了预算控制来遏制军费的增长，共和党就更直接一些。冷战时期以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里根为代表的人物，追求用实力求和平，推崇构筑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压制敌人不切实际的战争想法。里根政府大力推动了军费的增加，在这一时期，军费超过了整个美国 GDP 的6%，同时他还推动了星球大战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一项反弹道导弹军事战略计划。该计划源于苏联强大的核攻击力量以及导弹突防能力，美国构建了有效的反导弹系统来保证核平衡不被打破。同时开展军备竞赛，通过太空武器竞争，让苏联本就不占优势的经济雪上加霜，拖垮苏联。这直接刺激了一大批军工企业的技术升级。后冷战时期，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军费飙升，伊拉克战争和无人机项目等方面的订单，给军工企业带去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时间来到特朗普时期，他将国防预算提高到超7000亿美元，推动军事建设，同时要求北约组织盟友增加军费，以此来扩大军工企业对外军售。在战争期间，对待军工企业的政策，民主党与共和党也有着许多不同。共和党更倾向于创造短期装备需求。伊拉克战争期间，雷神公司导弹订单激增。这家1922年7月7日成立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公司，是美国大型国防合约商之一，是一家专门为商业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客户提供专业服务的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制导导弹制造商，著名的爱国者导弹就由该公司研制。海湾战争期间，雷神公司的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的飞毛腿导弹，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在实战中成功拦截弹道导弹的精确制导武器。
民主党习惯发起联盟作战以及代理人战争，通过外部军售推动订单增加来发展军工企业。民主党总统拜登2022年5月签署的《捍卫2022年乌克兰民主租借法案》就为军工企业带去了大量订单。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在为这场战争提供军备中获利颇丰。在产业政策方面，共和党一直推动军工私有化，如 SpaceX 竞标军事卫星发射资质成功，成为美国军方火箭发射供应商。SpaceX 也就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家由埃隆·马斯克在2002年6月建立，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太空运输公司，在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5月30日3时22分，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商业载人飞行任务。它在与美国传统军工企业巨头美国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组成的联合发射联盟竞争中，赢得了军事卫星的发射资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某些垄断。民主党则一直致力于加强供应链发展。拜登政府要求国防承包商提交半导体供应风险报告。在2022年时，民主党主导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其中就有20亿美元专款专用于军工半导体研发。同时，民主党还促使了军工企业产业链重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世界第一武器生产商，世界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正是在1995年与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合并以后，催生了如今的庞大供应链。在当时，他预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战斗机制造商。在技术路线上，共和党侧重于传统武器扩产，直接增大现有武器装备的数量；民主党则更倾向于主导新兴技术投资，在未来有可能大放光彩的领域加大涉足。在面向全球化时，共和党习惯推动中东军售。特朗普时期，美国对沙特军售超过了1100亿美元。民主党政府更限制军事技术出口，往往会禁止某些军工企业的军事装备出售。共和党支持军事技术由企业独占，民主党则推动军事技术民用化。总的来说，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家战略上的共识要多于分歧，这使得军工企业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一种共和党扩大规模、民主党调整产业结构的螺旋上升轨迹。而且在面对国防压力增大时，两党会不谋而合地选择增大军费开支。在政策工具的导向不同上，就会显著影响军工企业的发展途径不同。共和党会通过传统军备扩张直接拉动增长，民主党则通过新兴技术发展与产业链重构创造扩张机会。美国军事工业也因此始终在两党的把控下，处于全球军工产业金字塔顶端。冷战时期，军工企业在两党的政策影响下获得大量扩张。共和党人第34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任期1953年到1961年的时间里，推动大规模核武器研发。波音公司，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商之一，它的产品 B-52轰炸机在此时间获得了巨额合同订单。在他服役以后的30多年间，一直担任美国战略轰炸力量的主力。洛克希德公司的 U-2侦察机也在此时期大批量生产。在卸任演讲中，也由他第一次提出了对军工企业发展带来的军工复合体问题的警惕。越战时期，也就是1965年至1973年，民主党政府将军费从500亿美元提高至800亿美元。通过动力制造的轰炸机，即使存在着技术上的缺陷，也因为战争的紧迫需求而不断获得大量拨款。贝尔直升机公司也产量大增，在越战期间交付超过5000架直升机，一举奠定它军用直升机的市场主导地位。时间步入1983年，里根政府启动星球大战计划，6年时间里就投入了300亿美元。洛克希德与雷神公司就在此期间获得巨额订单，获得了在各自领域的技术优势。后冷战时代，军工企业迎来了战略调整与产业洗牌。由于世界格局趋于和平，军费从1990年的3000亿美元降至1998年的2500亿美元。反恐战争开始以后，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在13年间的反恐战争中总计支出1.6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军费开支3.37亿美元，每分钟就烧掉超过23万美元，这让雷神公司获得巨额导弹订单。21世纪后，奥巴马致力于扩大海军力量以及发展无人机，特朗普则主导建立了太空军，拜登拨款巨额美元升级了核武器和网络战作战能力。两党政策就像是军工企业的氧气一般，滋养着它的壮大。在战争中，共和党直接扩大军费，增加大额订单和部队扩大；
使得军工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民主党则经常推动技术升级，不在扩大规模方面发力，而是通过捆绑盟友、增加外部需求来维持长期订单，通过北约等军事组织来支持军工企业的研发成本。正是在两党不断交替执政的轨迹中，通过一条条输入养分的政策，使得美国的军工企业不断成长，供养着美国的军事实力，持续成为美国支柱。至此，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军工企业政策上的不同点告一段落了。好了，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